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。我们常常会思考，为什么那些成功人士，也就是那些在职业道路或者个人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就的人，似乎有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。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。有些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同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，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跟脑力，而是他们更加会管理自己的集中力，产生超集中力。如果你也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，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成就，就请不要吝惜花8分钟的时间看完今天的分享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，人们是可以通过训练来产生超集中力的。今天我首先要分享的就是几个非常有效的训练方法，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。第一就是番茄工作法，第二就是昼夜节律，第三是艾维里法。番茄工作法也许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方法，如果你对它很熟悉，可以直接跳过它，看下一部分。番茄工作法是由意大利的作家弗朗西斯科·西里洛提出的，据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非常的喜欢用番茄这个名字而得名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将应该做的任务分割成若干个小任务，再用25分钟为一个时间段去完成每一个小任务，在每2个时间段之间插入5分钟的休息时间。这个方法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不花时间就进入集中状态的训练，如果能够坚持下去，就能强化注意力和集中力，还能让我们在工作中保持兴奋。因为从短暂的休息立刻回到工作的状态时，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减少人类的不安和迷惑，提高集中力。能力出众的你也许常常面对这样的烦恼，每当你想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却不得不经常被打断，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。虽然你被认为是可以同时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从工作 A 切换到工作 B， 再切换到 C， 最后再切换回工作 A， 在每一项切换之间都会花费额外的时间，而且在切换时会连续的发生很多的决策和选择，这些决策和选择也会消耗掉很多的意志力，导致你很难集中的完成工作，反而造成效率低下。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这里要介绍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昼夜节律。如果说番茄工作法是初级篇，那么昼夜节律就是应用篇。昼夜节律本质就是印刻在人类睡眠生物钟里的90分钟、20分钟的节奏，也就是我们在晚上睡着后会重复的进行90分钟的深度睡眠、20分钟的浅度睡眠的交替，然后才醒来。人类在白天的工作和学习时，运用这种符合人类生物钟的规律，也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效果。具体的做法就是在90分钟的时间内只专注于一件事情，例如工作 A， 那么同时也要切断与工作 B 与 C 的联系。也许你会有所怀疑，将昼夜节律的生物学法则运用在集中力上真的有效吗？曾经有一位叫做佩雷茨的博士，通过对世界著名小提琴手的研究，发现如果他们以90分钟为单位进行练习，并且每天练习的最长时间不超过4个半小时，每90分钟之后还会进行20分钟的休整，效果比不断的进行练习，并且练习时间更长的小提琴手要好很多。当我们通过训练掌握了90分钟工作加20分钟休息这样的节奏之后，就能够一直坚持下去，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超出预期的效果。我们人类拥有在同一时间段内关注好几件事情的本能，这是因为在远古时期，人类在自然界狩猎、进食甚至休息的时候，都常常受到外界猛兽袭击的威胁，所以人类为了生存，不得不训练出自己多任务的本能。但是到了现代社会，这种本能不仅没有用处，会成为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障碍。如果我们常常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拔河，意志力就会被不断的消耗，导致效率低下。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里用6个步骤解决了效率低下的问题。这6个步骤是：一，在纸上写出明天应该要做的6件事；二，按照重要的程度将它们编号；三，第二天按照编号的顺序去工作；四，如果没有完成这6件事，那么不要后悔，让我们忘记它；五，再写出第二天要做的6个项目；六，按照1到5的顺序重复进行。以上的6个步骤就是艾维里法。艾维里认为，除了很重要的事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做。这种方法通过集中与选择，让我们可以专注地对真正的大事倾注全力。其实我刚才介绍的3种自动产生超集中力的方法，日本作家大武在他的畅销书《超集中力》中都进行了介绍。作者认为提高集中力只有2种途径，一个是增加意志力，第二是节约意志力。节约意志力就是通过将需要使用集中力去做的事情形成习惯，
这样一来，控制的动作就不再是通过大脑的前额叶，而是小脑。当大脑的前额叶的疲劳程度下降，自由操控集中力的时间就可以被大幅的延长。同时，当处理某些事情的动作转化为习惯，控制集中力的前额叶就可以余出精力处理其他的事情，逐步的把那些事情也变为习惯。这样一来，前额叶就被充分利用，就能形成良性的循环。就像专业的高尔夫运动员，他们做的动作是通过不计其数的反复练习养成习惯，形成了自动化的动作。这样在比赛中，他们就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比赛战略，而不是思考怎样做出标准的动作上。不过，作者也提出，人类在刚开始刻意的训练集中注意力时，会消耗更多的注意力。于是，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，可以让人们用最快的速度能够马上成为全神贯注的人。他把这些建议比作操控集中力的7把钥匙。这7把钥匙分别是什么呢？它们是场所、姿势、饮食、情绪、习惯、运动和冥想。作者建议读者根据工作和学习的内容来选择合适的场所，也要选择能够帮助提高集中力和分析力的光线与声音。工作场所的物品越是精简，越能增强自控能力。对于工作时的坐姿，作者也分析了不同坐姿对注意力的影响，并且推荐了最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坐姿，那就是收缩下巴，保持颈部直立，让臀部和腰呈直角，双膝向前，脚后跟着地。这种坐姿初看起来很累，但是却是最合理的，因为它将力量均匀地分配到全身，不阻碍血液循环，能够让集中力得以持续。情绪对于超集中力的影响也是很关键的，喜怒哀乐都是可以让我们的集中力更上一层楼。和人们普遍认知不同的是，愤怒会提高我们的行动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悲伤有利于冷静而公平地做出决定。其实我在阅读《超集中力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不自觉地调整自己操控集中力时的环境、坐姿以及其他会影响我集中力的习惯，同时也开始练习提升集中力的这3个方法。我在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，而且疲劳程度也降低了不少。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中的内容的精华部分分享给你们，希望也能给你们带来帮助。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，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很快见喽，拜拜。